歡迎收聽空中哲學頻道。今天我們要探索近代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看他如何讓以理性為起點的傳統西方哲學轉向成以倫理為起點，而且也是以倫理為其終極關懷的生命實踐哲學。講到這邊，請你先想象一個情境。一個蠻殘酷的情境。對，想象一下，你不再是一個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了，在一個超級龐大的系統裡面，你只是一串數字，就是一個隨時可以被替換掉的零件。沒錯，如果零件壞了，系統連眨眼都不會眨一下，直接把你丟掉。對，這聽起來很像什麼反烏托邦科幻電影，但在1940年代納粹的戰俘營裡，一位法國士兵，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他就親身經歷了這種被徹底物化抹殺的恐怖。而這段經歷讓他決定單槍匹馬去挑戰西方2000多年的哲學傳統。哇，單槍匹馬，這真的是一場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沒錯，所以今天呢，我們特別邀請到初探去中心化知識論的作者群代表來到現場，來為我們引路。歡迎大家好，很高興能來到這裡。其實，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深刻觀察到，你要理解列維納斯，也就是 Emmanuel Levinas 的思想，你就必須先看見他所對抗的那個龐然大物到底是什麼。那個2000年的傳統，對吧？對，就是從古希臘時期一直到20世紀的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西方傳統哲學其實長期以來都被那個存在論 ontology 與理性給霸佔了。存在論就是大家很喜歡問存在是什麼的那種。沒錯，哲學家們習慣去探問存在 being 的普遍意義，甚至把存在論尊奉為第一哲學。但列維納斯就是要告訴我們，當我們把理性跟那種普遍化推向極致的時候，有時候迎來的其實不是啟蒙與光明，而是毀滅。毀滅。我覺得我們必須先回到他那個血肉模糊的生命經驗，才能真正理解這種毀滅到底是什麼意思了。你看哦，列維納斯1906年出生在立陶宛的一個猶太家庭，後來到了法國跟德國求學。他受過非常正統的哲學訓練。對啊，他可是直接受教於現象學大師胡塞爾，還有存在主義的先驅海德格。這等於是他原本是站在傳統西方哲學最核心、最頂尖的那個殿堂裡。沒錯，他原本原來是這個傳統的繼承者，但是歷史的巨輪無情地碾壓了這個殿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嘛，列維納斯作為法軍士兵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裡度過了整整5年的囚徒生涯。5年呢，真的很難想象。更讓他心碎的是，同一個時期，他在立陶宛的家人幾乎全數死於納粹的猶太大屠殺，也就是 Holocaust 之中。而且，他的老師海德格竟然在當時加入了納粹黨。哇，這對他來說真的是雙重打擊吧？不管是親人還是他的學術信仰，絕對是。所以這場浩劫對列維納斯產生了決定性的衝擊。他突然意識到，西方傳統將存在尊為第一哲學，這種以總體 totality 為核心的思維，不只是一種抽象的學術理論哦，它在本質上其實就是一種暴力。等一下。這裡我必須暫停一下。我們平常會覺得哲學理論就是寫在書本裡的東西嘛，大家在圖書館裡看看就算了，怎麼會變成暴力？納粹大屠殺跟這個總體哲學之間的因果關係到底在哪裡啊？這是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所謂的總體哲學，它的運作機制其實就在於還原與同化。同化。對，他總是試圖建立一個無所包包的系統，把所有外在的、相異的、不可預測的他異性 （alterity） 或 otherness 全部吸納、消解到主體的認知網絡裡。就是要把不一樣的東西變得一樣。沒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種對統一 the same 的狂熱追求。在那種邏輯下，個體獨特的面貌就不見了，人淪為普遍概念、歷史進程或者是國家機器裡面的一個小齒輪。納粹的大屠殺其實就是這種總體化理性思維發展到極致之後所產生的殘酷政治後果。因為猶太人不再是具體的人了，對，他們被分類、被計算，最終變成了系統需要被清除的問題。我懂了，所以
西方傳統哲學就像是一台巨大無比的碎紙機，它試圖把世界上所有不同形狀、不同顏色的個體通通攪碎，然後壓縮成統一規格的紙漿，方便系統去管理。這個碎紙機的比喻非常精確，對吧？然後列維納斯因為親身經歷了這台碎紙機的殘酷，眼睜睜看着親人被當作無意義的數字抹殺，所以他站出來大喊停，對不對？但是面對這台運轉了2000年的龐大碎紙機，他到底拿什麼來卡住它的齒輪呢？他用來卡住這台碎紙機齒輪的，其實是人與人相遇的最原始瞬間。這就帶我們進入了他1961年的巨作《總體與無限》。Totality and Infinity。哦，這本非常有名的書。對，在這本書裡面，他提出了一個極具震撼力，也是他最著名的核心概念，叫做面容 （the visage），the face。面容。但我們必須立刻澄清哦，列維納斯所說的面容，指的絕對不是生物學上的五官排列、眼睛的顏色或是鼻子的形狀。不是五官。如果我現在看着你的臉，但我看的不是你的五官，那我到底在看什麼？你看到的是一種絕對的顯現，是一種完全無法被任何系統化約的純粹存在。當你真正凝視一個人的面容時，你會感受到一種雙重而且看似矛盾的特質。矛盾的特質？一方面，面容展現出極度的脆弱與貧乏 （destitution）， 它是人類最不設防、最裸露的部分。當他者帶着這種脆弱出現在你面前時，仿佛在向你乞討，呼喚着你的關懷，就像看到需要幫助的人那種感覺。沒錯，但另一方面，面容同時又帶有一種絕對的高度與神聖性 （eminence）。它從高處降臨，直接向你發出了一道不可違抗的倫理律令，那就是汝勿殺 （Thou shalt not kill）。哇，汝勿殺！所以這不是一條寫在法律條文上的規定，而是在我們四目相交的那個瞬間，從他者的脆弱中直接迸發出來的命令嗎？完全正確。就在面容的逼視下，列維納斯確立了一種絕對不對稱的倫理關係，這和我們熟悉的康德倫理學是完全不同的。康德不是講求大家都平等嗎？對，康德的倫理學是建立在理性主體的平等契約上的，我們互相尊重，因為我們都是平等的理性存在嘛。但列維納斯拒絕這種對等，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激進的主張。有多激進？他說：“我虧欠他者一切，但他者欠我什麼也沒有。主體對他者負有無限的責任，而且這種責任是先於任何理性的計算，也先於任何對存在的追問的。”等等等等，這我要強烈抗議了。哈哈，我就知道。如果我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把這句“我虧欠他者一切，但他者欠我什麼也沒有”當作最高準則，我肯定會被社會徹底剝削到連渣都不剩啊！我們在社會上講求公平對等，保護自己難道不道德嗎？這種無限的責任聽起來簡直反直覺，這不會把一個人直接壓垮嗎？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敏銳而且絕對必要的質疑，幾乎每個初讀列維納斯的人都會產生這種抗拒。為了釐清這個機制的運作，我們必須回溯他早期的思想。列維納斯認為，在我們能夠向他者敞開之前，我們其實是處於一種被他稱為匿名存在的狀態中。匿名存在？對，法語叫做伊利亞，意思是 there is。這個聽起來有點抽象誒，它具體是什麼感覺？你想象一個嚴重失眠的夜晚，周遭一片死寂，但你卻能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嗡嗡作響的存在感壓迫着你。哦，想睡睡不着那種焦慮感。對，你無法入睡，也無法逃離。你沒有具體的身份，只剩下一種純粹的、令人窒息的存在狀態。這就是伊利亞。其實這也是集中營裡那種剝奪人一切尊嚴，把你變成一個無名之物的恐怖狀態。哇，所以他把集中營的經驗哲學化了。沒錯，所以列維納斯認為，主體必須先從這種恐怖的黑暗泥淖中拔出腳來，建立起一個獨立的自我，才有可能去談論倫理。那我們還怎麼拔出腳來？怎麼打破這種窒息感？答案非常接地氣哦。就是透過勞動與享受，
jouissance enjoyment 享受。对，當你因為肚子餓而咬下一口熱騰騰的麵包，當你感覺到麵包的香氣和咀嚼的愉悅時，你不是為了國家在吃，不是為了歷史在吃，你純粹是為了你自己覺得好吃而吃。這份單純的利己的享受，切斷了匿名存在的連續性。哦，所以我吃麵包覺得很爽的這個瞬間，我確立了我的存在。對，透過享受，你收攏了自己，確立了自我的獨立性與內在空間。也就是說，列維納斯並不反對我們愛自己、享受生活嘛，因為沒有一個吃飽喝足、有獨立意志的我，就根本沒有能力去回應別人啊。說得太好了，但是因果關係在這裡發生了轉折。如果我們只停留在自我的享受中，把門關起來，那依然是一種封閉，最終會變成另一種暴力。就變得很自私。列維納斯強調，就在你安逸地享受着麵包的時候，他者的面容突然出現了。那張飢餓受苦的面容所帶來的衝擊，會瞬間打斷你的享受。就像我在吃大餐，窗外突然有一個餓肚子的人看着我那樣。沒錯。這時候產生的無限責任，不是那種你可以拿計算機出來算，我幫你一次，你下次要還我的法律義務。它是前理性的，在你大腦開始計算公平與否之前，那個受苦的面容就已經震懾了你，而你已經被這份責任所牽絆了。這就是倫理先於理性的真諦。原來如此，所以這不是在提倡病態的自我犧牲，而是在描述一種無法回避的心理和哲學機制。不過，也就是因為列維納斯把倫理推到了一個如此絕對，甚至帶有神色彩的高度，這座看似完美的道德防線，後來迎來了當代學者們極其嚴厲的挑戰，對吧？是的，在學術界，列維納斯面臨了巨大的考驗。其中最著名的挑戰就是來自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1967年，德希達發表了一篇名為《暴力與形上學》（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的長篇論文。這篇很有名誒，非常有名。德希達極度敏銳地指出了列維納斯在方法論上的一個致命悖論。列維納斯企圖談論一個完全超驗、無法帶概念捕捉的無限他者，但是他寫的是哲學書啊。他不可避免地必須使用傳統存有論的語言，像是是、存在、本質這類詞彙。讓我用我們前面的比喻來確認一下。德希達的意思是不是說，列維納斯大喊着要摧毀傳統哲學那台巨大的碎紙機，但他手裡拿來破壞碎紙機的工具，竟然是拔下碎紙機自己的電源線？哈哈，這個比喻真的非常精確。對嗎？他只要一開口、一寫作，使用了邏輯和語言，他就已經掉進了他所批判的那個總體系統裡了。沒有同一性的系統作為背景，我們根本無法辨識出什麼是他異性。沒錯，德希達的批評一針見血，只要你動用語言這個媒介，你就必然會帶來概念的暴力。而且不止這樣，列維納斯的理論在邊界的測試上也遇到了挑戰，特別是在動物倫理學的領域。我們來看一個在戰俘營裡發生的真實故事。哦，是那隻叫 Bobby 的流浪狗，對吧？這個故事真的非常發人深省啊。對，就是 Bobby。在納粹戰俘營裡，守衛把猶太囚犯當作次等生物嘛，徹底剝奪了他們作為人的尊嚴。但列維納斯回憶到，每天當他們做完苦役，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營地時，一隻名叫芭比的流浪狗總會歡快地跑過來，對他們熱烈地吠叫、搖尾巴。對狗來說，他們就是人類朋友。在芭比的眼裡，他們不是囚犯，不是奴隸，就是活生生的人。列維納斯非常感動，還稱芭比為最後的康德主義者，因為在那個理性徹底崩塌的時刻，只有這隻狗承認了他們的人性。這聽起來很感人，但問題就來了，如果芭比這麼偉大，那麼當後來的學者問列維納斯，這隻狗或者說動物本身是否也具有那個會發出辱誤殺律令的面容時，
他的回答是什麼？列維納斯遲疑了。遲疑了。對，他最終認為動物缺乏將責任普遍化的理性與言說能力，所以無法構成嚴格意義上的倫理他者。這個遲疑讓他遭受了許多批評，被認為他的倫理學依然深陷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之中。如果德希達的邏輯陷阱似乎無可逃避，而動物倫理的邊界又顯得有些模糊，那麼列維納斯的哲學當道就這樣被擊沉了嗎？這真是事情變得非常關鍵的地方了。作為初探去中心化知識論的作者代表，你們的研究團隊是如何在這些嚴厲的批評中去拯救或者說重新定位列維納斯的？這正是我們提出整體的哲學這個框架的初衷。我們認為過去的學者往往只單方面地看待列維納斯。德希達把他看作陷入語焉悖論的道德家，另一些人又批評他太偏執於他者而忽略了系統，就是瞎子摸象的感覺了。沒錯，但如果我們轉換視角，將形上性，也就是體，知識性，也就是相或介質，還有倫理性，也就是用，視為互為因果、動態交織的整體，我們就會發現，列維納斯的哲學必然是一個整體哲學。等等。他不是明確說要以倫理取代存在論嗎？這難道不是一種偏向嗎？他的偏向其實是由於二戰的歷史創傷所驅使的，因為他不想再看到碎紙機殺人了。對，如果我們用整體的哲學來重新定位，它的形上性其實就是那個超越存有、對他者絕對敞開的無限 （infinity） 與善。而他為了回應德希達的批評，在他後期的劇作《異於存在或本質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之中，對他的知識性進行了極其精彩的修復與重構。他是怎麼修復德希達指出的語言漏洞的？他有發明什麼新語言嗎？他沒有發明新語言，但他把語言拆解成了兩種動態的維度，一個叫所說 le dit, the said， 另一個叫言說 le dire, the saying。聽起來有點拗口。其實不難懂，所說是指語言中那些已經被固化下來的客觀法則、名詞、知識體系與社會體制，這就是那台碎紙機的運作邏輯。而言說則是一種純粹的行動，是主體向他者敞開、袒露自身的那個真誠的瞬間。能不能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具體場景來翻譯一下這兩個概念？這樣聽還是有點飄在空中。當然可以，想象一下你在醫院裡生了重病，醫院的標準作業流程、病歷表上的數據、醫生口中那些冷冰冰的醫學診斷名詞，這些都是所說 le dit。就是客觀的體制跟數據。對，他們是客觀的總體化的體系，這對治療來說是絕對必要的嘛。但是當那位醫生放下病歷表，走到你的床邊，握住你的手，看着你的眼睛說，別怕，我會在這裡陪你的這個瞬間，這就是言說 le dire。哇，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對吧？列維納斯承認，我們不可能完全拋棄所說，不可能拋棄體制與客觀語言，但我們必須保持警覺，這個容易僵化的體系必須不斷地被主體朝向他者的言說所打破、干擾與還原。我完全懂了，這就是你們論文裡提到的去中心化知識論 （decentralized epistemology）， 對吧？傳統的知識總是有一個居於中心的認知者，像捕魚一樣把客體抓進自己的網子裡，但列維納斯把中心移交給了他者。沒錯，知識不再是一個封閉的堡壘了，而是一個不斷被他者敲門、不斷被言說打破再重組的開放過程。完全正確。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列維納斯不僅僅是一個在講述倫理說教的學者，透過言說與所說的動態交織，他建立了一套能夠持續抵抗總體暴力的去中心化知識論，這正是他整體哲學最偉大的地方。哇，真的很精彩。那既然我們已經透過你們的框架看清了這套思想的全貌，我們得把它拉回當下了。這套在1940年代戰俘營的廢墟中孕育出來的思想，對生活在21世紀正在收聽節目的你，有什麼迫切的實質意義啊？
我們今天雖然沒有身處戰俘營，但我們卻活在另一個更隱蔽、更龐大的總體化系統裡。什麼系統？想想我們每天滑的手機，那些驅動社群媒體的演算法、大數據，這不就是終極的所說 Reddit 嗎？啊，對，我們每天都被演算法計算。他們把我們無比複雜、不可重複的人性，簡化成了可以被預測、被點擊率變現的數據點。我們現今的世界充滿了技術、理性與利益的計算，而列維納斯的聲音就像是這個系統裡的故障信號 glitch。它提醒我們，在所有的演算法計算、政治利益衡量之前，有一張活生生的面容正在呼喚你，要求你承擔起那份原初的責任。但是，如果在現實的社會運作中，這還是會遇到瓶頸啊！我不能只看着眼前這一個人的面貌嘛。這個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難民，有無數受壓迫的邊緣群體，而我的時間和資源是有限的耶。當很多個他者同時出現的時候，這種無限責任該怎麼辦？這是一個非常務實的問題。列維納斯其實從未逃避這個現實，為此他引入了第三者 the third, the tier 的概念。第三者？對，當你面對一個他者時，那是純粹的倫理。但這個世界上永遠有第三者的存在，也就是其他無數的面容。因為有了第三者，我們就被迫從純粹的倫理關係中退後一步。我們必須開始比較、權衡、計算資源與分配。這其實就是正義與法律誕生的時刻。所以正義本質上是一種妥協，是因為我們無法對所有人都負無限責任而產生的制度嗎？沒錯。列維納斯並不反對國家機器或法律體制，但他發出了最嚴厲的警告：政治與法律的秩序，無論多麼客觀公正，都必須始終以對他者的無限責任為基石。也就是說，法律不能只是冰冷的條文。對，法律必須不斷地接受倫理的檢驗。如果國家的正義體系不再被個體對他者的同情與責任所潤澤，它就會迅速僵化，最終異化成另一台吃人的集權碎紙機。這真的太有啟發性了。那麼，這對我們個人的生命實踐到底意味着什麼？當我們明天走出家門，面對這個充滿計算的世界時，列維納斯會希望我們抱持什麼樣的態度？他希望我們心甘情願地接受自己作為他者人質 hostage 的被動性。當人質，這聽起來很消極耶。表面上聽起來很消極，但其實這才是最大的積極。這意味着主體的最高自由不在於你能掌控多少世界，累積多少財富，而在於你願意在每一次與他者的相遇中，打破自我的封閉，承擔起那份永不終結的道德重負。哇，這種視角真的會徹底翻轉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在節目的最後，我想向正在收聽的你提出一個延伸的深刻思考。我們今天談了很多關於人類的面容，但在我們這個面臨嚴重生態危機的時代，你不妨試着將列維納斯的視角再推遠一點點，超越那個曾經讓他遲疑的邊界，就是大自然的邊界。對，如果自然本身，如果那片正被工業廢水污染的海洋，或者那片被無情砍伐的熱帶雨林，也有一張正無聲地看着你的面容呢？面對那張無法言語卻極度脆弱的面容，我們是否也負有無法推脫的無限責任？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大家深思。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就留給你慢慢咀嚼。感謝您的收聽，希望文本對您所有注意有所啟發。下次再見。